牌票，给。好。1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已经有同僚去通知了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我这不来了吗？周百户，你手底下可有一个叫刘汉的奇官？忘记术。是。他死了。什么？刘汉最近可有异常？没有异常。他值守东城门期间，有没有可疑的人和物出入皇城？没有，守卫皇城的士卒众多，单单贿赂1人是没用的，除非贿赂全部，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贿赂你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只是例行问话，周百户何必动怒？陛下祭祖在即，我们也不想关键时候出岔子。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。问话结束了，望气术看得怎样？他没说谎。或许刘汉是因为其他未知的事情被灭口。这件案子暂且搁置吧，祭祖大典为重。后天就是皇帝祭祖的日子，这案子得往后挪了。庚子年10月15甲子日，宜祈福、斋教、祭祀先祖。今日便是皇室祭祖的日子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内城的城门就会关闭。身为御刀卫百户的二叔，在今天会被调到内城戒严。内城百姓要求待在家里，不准出门。类似的祭祀在开春时还有一次，就是祭天，祈求今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从昨日开始，内城的客栈便被逐一排查，江湖客通通被赶到外城，酒楼歇业，客栈不得留宿。桑坡是一片小湖，紧挨着皇城，打更人被安排在桑坡边站岗。桑坡不是普通的湖，它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历史，与大凤那位开国皇帝有关。相传桑坡古称玄武湖，湖里住着神兽玄武。有一次，大凤的那位开国皇帝起兵失败，带着残部逃到桑坡时，弹尽粮绝。正绝望之际，湖水沸腾，玄武劈波斩浪而来，他背上插着一柄斩天灭仙的神剑。玄武说他在此地等了数百年，等一位天命之人。说完，奉上神剑，踏波而去。那位开国皇帝得了神剑，在湖中悟道3年，破关而出，重新集结兵力，从此百战百胜，推翻了腐朽的前朝。统一中原后，大凤便在桑坡建立帝都。桑坡是大凤开国皇帝的正道之地，有着非凡一般的象征意义。因此，大凤皇室每年都会在桑坡举行祭祖大典。湖上的庙里供奉着的那位，便是开国皇帝的法相。刘邦还斩白蛇起义呢，也不知道这段传说的水分有多大。哎，祖祭结束后，我们去教坊司吧。我可以当个令官。不行，你必须一起玩，这样显得我们感情深厚。他是想让你把福香姑娘也喊上。许尼，你老往湖面看什么？我总觉得桑坡湖阴森森的，让我不舒坦。闭嘴！你是被风吹凉了。桑坡是大凤圣地，是开国帝君正道之地，莫要胡说八道。高品武者耳目聪慧，你这番话要是被听去，是要被治罪的。来了。啊，这位就是沉迷修道的大凤皇帝，长公主怀庆也在里面。安审已毕，恭迎陛下。哇，这架势，感觉比上辈子最高会议还要庄重啊！不虚此行，不虚此行。啊，地说聊天圈有人说话。我记得今天是大凤皇室祭祖的日子，1号、3号，是不是？算算时间，今日确实是祭祖大典。当年我也曾参加过皇室祭祖。当年，4号，你当年也做过官，而且地位不低。4号做过官，4号不是与仁宗女子国师有交情吗？正因为当过官，所以与女子国师相识。哼，有意思了。1号没有回信，3号也没有回信。2号在这个时候传书，
显然不是真的关心皇室祭祖，而是一个试探3号和1号的身份。暗夜会古代上装逼的妖媚，谁知努力做呼啸的流放，水眼不见了的药物来背锅，大风筝切鸟，怒到有分多少嘲笑，笑看九州市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逻辑琐碎，怪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拉风大跟人笑谈风起，有头有脸梦老的现实线，推理破谜团警察也呈现，笑看江湖路轻松又自在，笑看九州市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